各位亲爱的长辈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陈俊明。今天我想和大家掏心窝子聊聊一件特别实在的事，这事儿直接关系到咱们很多银发族长辈每个月的生活费，甚至可以说是一笔咱们本应拿到手，却可能因为不了解而一直错过的固定补助。你有没有偶尔琢磨过，政府会不会有一些专门照顾咱们老人的福利，自己其实符合条件，却压根不知道，或者听别人说手续特别麻烦，就自己先打了退堂鼓，让这笔钱年复一年的躺在那里。这真不是我随便说，我身边就见过不少这样的例子，心里特别替他们着急。所以在咱们开始细聊之前，我真心实意的拜托您，花点时间把这段内容看完，觉得有用呢，就动动您金贵的手指，给咱们的健康永驻频道点个关注，按个订阅。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把今天听到的信息分享给您身边的老兄弟姐妹，尤其是家里有65岁以上长辈的，让这份关乎切身权益的消息传得越远越好，让更多该领到这笔钱的长辈生活能因此宽裕一些，脸上笑容能更多一些。我为什么这么苦口婆心的劝大家呢？因为根据我看到的数据，就在过去这一年，咱们全台湾就有超过15万的银发族长辈成功申请到了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您可别小看这个津贴，他每个月最高能领到8328元新台币，咱们简单算笔账，一个月8000多，一年下来就是将近10万元啊。这10万块钱，对于咱们很多靠着有限退休金精打细算过日子的长辈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可能意味着餐桌上能多几道有鱼有肉的营养菜，意味着可以更从容的去买些必需的药品和保健品，意味着家里哪个旧电器不好用了，可以换个新的，让自己住得更舒坦。甚至过年过节的时候，能给心心念念的孙辈包个更厚的红包，享受那种天伦之乐，心里也更有底气。但是特别可惜的是，我知道还有非常多符合资格的长辈，要么是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要么是听说了，但一想到要跑手续，要算财产收入，心里就犯怵，觉得我名下有间老房子，我孩子收入会不会连累我，自己就把自己给否定了，一次又一次的错过了这个机会。今天俊明在健康永驻这儿，就是决心要帮大家把这层窗户纸彻底捅破，把那些听起来复杂的条条框框掰开了，揉碎了，用咱们都能听懂的大白话讲清楚。我先给大家讲个真事儿，就发生在咱们平时生活里。住在台南的李阿公，今年72岁了，老伴前些年走了，儿女都在外地成家立业，工作也忙，他一个人守着和老伴一起攒钱买的老公寓，每个月就指望着年轻时缴的劳保发下来的那份老年给付过日子，手头挺紧的。他也模糊听人提过有这个老人津贴，但他心里老嘀咕，我好歹还有这套房子呢，虽然又老又小，但政府算资产的时候，肯定把我算得明明白白，我哪够格啊？就因为这份拿不准的心思，他一直没敢去申请。后来他常去下棋的公园里，一位比较熟识的老哥林伯伯偶然间发现李阿公居然没申请这个，一拍大腿说，老弟你可别犯糊涂，我原先跟你想法一模一样，后来被我女儿硬拉着去区公所问了，结果你猜怎么着？我那房子比你的还多2个坪呢，我都符合，快去办。就这样，李阿公半信半疑的在林伯伯的陪同下去了区公所，结果您猜怎么着？他不仅符合资格，而且因为收入很低，核定的还是每个月最高档的8328元。现在李阿公的生活改善了不少，心里踏实了，偶尔还能买点自己喜欢的茶叶，和骑友们聊天时气色都好多了。那么这个实实在在改善了李阿公生活的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福利呢？我用最简单的话说，这项政策从民国82年就开始实施了，是咱们政府为了专门关怀和帮助那些经济上需要支持的长辈而设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福利制度。您想想看，现在咱们台湾长寿的长辈越来越多，走在街上到处都是和我们一样白发苍苍的银发族。根据最新的统计，全台65岁以上的长辈总数已经突破了400万人，占了总人口差不多 17%。这也就是说，平均每6个人里面就有1位是长者。在这么庞大的银发族群中，有相当一部分长辈，他们的退休生活是需要一些额外的支持才能过得更安稳、更有尊严的。这项津贴就是政府向咱们伸出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援手之一。所以
去了解它，申请它，完全不是去占什么便宜，而是咱们在正正当当的行使自己应该享有的社会权利和福利，一点都不用觉得不好意思。说到申请，大家最关心、最想弄明白的肯定是居民啊。你说了这么多，那到底要符合哪些条件，我才能去申请呢？大家别着急，听我慢慢跟您分解。政府那边审核的时候，主要就看3个大方面，我把它总结成老3样。第一样是年龄，这个最直白，您得年满65岁。第二样是居住情况，你要在咱们台湾地区1年之内住满183天，而且呢，没有被政府公费安置在养老院、护理之家这些社会福利机构里面。只要您满足了前面这2条，就等于拿到了申请的入场券。最关键，也是最多人觉得复杂、容易自己吓自己的，就是这第3样，全家的收入和财产情况。政府会去计算您全户的收入和财产。那全户通常指的是谁呢？一般就是指和您登记在同一个户口名簿上的所有家庭成员。然后呢，政府会把这一户所有人的总收入和总财产平均分给户口上的每一个人，再看看这个平均下来的数字有没有超过政府规定的标准线。咱们先来聊聊最核心的收入是怎么计算的。政府的标准线是，您全户每个人每个月平均的收入不能超过38589元。这个数字可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它是有依据的，是参考了全台平均每人每个月消费支出的 1.5 倍来定的，目的就是为了能保障咱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光说数字大家可能没感觉，我给您举个具体的例子，您一听就明白了。比方说，有一对老夫妻，陈先生和陈太太，2个人一起生活在一个户口里。陈先生去年呢，有劳保给的老年给付，再加上他身体还行，偶尔去熟人店里帮帮忙，打点零工，全年所有的收入加起来，总共是28万元。而陈太太呢，这些年主要是在家操持家务，照顾家庭，没有出去做固定工作，所以也没有固定的薪资收入。但是这里有个非常关键的点，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政府在计算收入的时候，对于像陈太太这样被认为有工作能力但没有工作的人，是会推算一份工作收入的。这个推算的标准，咱们暂且按每个月27000元来算，那么1年12个月，相关部门就会推算陈太太有大概324000元的收入。这样一来，他们夫妻俩这一户的总收入就是陈先生的28万，加上陈太太被推算的324000元，总共是604000元。然后用这个总收入的604000元除以户口上的2个人，再除以12个月，得出每个人每个月的平均收入是多少呢？是25167元左右。您看看，25167元距离38589元的标准线还差着一大截呢。所以这个例子里的陈先生和陈太太在收入这一项上是完全符合申请资格的。通过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您是不是觉得事情好像没有一开始想象的那么复杂，那么高不可攀了？说完了收入，咱们再来看看财产。财产呢，又分成2大类，一类叫动产，一类叫不动产。动产指的就是您存在银行、邮局里的存款、买的股票、基金、保险这些能比较快变现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有总额限制的，它会根据您家里户口上有几个人来算一个总数。比如说您家户口上一共有3个人，那么全家的动产加起来总价值不能超过特定的一个数额。这个数额是怎么定的呢？它是用基本生活费乘以2，再乘以户口上的人数算出来的。所以啊，并不是说您银行里存了点养老钱就绝对没戏了，只要全家的总额不超过那个标准就行。接下来就是最多人误会，也最让咱们长辈望而却步的一点，不动产。不动产说白了，就是您名下的土地和房子。很多长辈一听到这个就直摇头，完了，我有一间自己住的房子，哪怕又旧又小，肯定也不符合条件了。我在这里要特别大声地告诉您，这种想法很可能是错的。相关部门在这里计算房产价值时，用的根本不是咱们平常理解的市场交易价格，他们用的是土地的公告现值和房子的评定现值。这2个现值通常都比真正的市价要低很多很多，可能只有市场价的1/3、1/4，甚至更低。我给您打个比方，在台中市区一间30几坪的老公寓，市场买卖价格可能要上千万，但它的评定现值可能只有200多万。
而每个县市对于全家不动产的总值都有一个上限规定，比如高雄市的规定可能是全家不动产总值不超过几百万元。您看，用200多万的评定限值去对比几百万的标准上限，是不是很可能还远远低于标准呢？所以各位亲爱的长辈，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名下有一间为您遮风挡雨几十年的老房子，就自己主动放弃了申请的念头。您很可能就像我刚才故事里说的李阿公一样，是完全符合资格的。好了，当咱们心里大概有数，觉得自己很可能符合资格之后，接下来自然就会想，那我具体该怎么去申请呢？在这里我告诉大家，流程其实一点也不麻烦，关键是准备好的材料要齐全。首先，您需要准备这么几样基本文件。第一是您全户人口最近3个月内的户籍誊本，这个去户政事务所就能申请到。第二是您本人的身份证正本和印章。第三是你要用来接收津贴的存折封面影印本，最好是邮局的或者其他常用银行的都可以。这里给您一个特别贴心的小建议，在您出门去办理之前，最好先打个电话到您户口所在地的区公所或是市公所的社会课，有的地方叫社会局或民政课，再口头确认一下需要带齐哪些文件，因为有时候不同地方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打个电话问清楚，就能避免您白跑一趟，省时又省力。把申请文件都交上去之后，相关部门就会开始进行审查，这个审查过程通常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您放心，这是正常的流程。只要审查一通过，这笔补助金是会从您提交申请的那个月份开始计算的，然后每个月都会定期自动的汇到您提供的那个银行账户里，非常省心，不用每个月都去跑。补助的金额呢，分为2个级别，如果您的收入稍微高一点，但还是低于标准，那么每个月可以领到4164元。如果您的收入比较低，那么每个月就可以领到最高额的8328元。这可都是实实在在的，每个月都会按时到来的现金支持啊。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重要的，可以说是能决定您申请成功与否的关键技巧。这一点很多长辈都不知道，甚至有些承办人员，如果您自己不主动提，他可能也不会特别提醒您，那就是关于特殊身份的优惠。什么叫特殊身份呢？比如说，你有政府核发的身心障碍证明，或者你有重大伤病卡，或者您目前正处于失业状态，并且有相关的证明文件。如果您有这些情况，请务必在申请的时候，主动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复印好，一并提交上去。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前面咱们提到的那个推算收入。我给您详细解释一下，如果您有身心障碍证明，那么相关部门在推算您的工作收入时，就不会按100%的27000元来算，而是只会按一般标准的55%来计算。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您全户的平均月收入会因此大幅下降，您就更容易符合资格，甚至可能从原本只能领较低补助，一下子跳到可以领最高额补助。再比如说，如果您的年龄在60岁到64岁之间，这是指计算您有工作能力的家人时，相关部门推算收入时也会打折，是按一般标准的78%来算。这些都是政府为了照顾有特殊困难的家庭而设立的隐形福利，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权益。但是您如果不主动提，不主动交证明，相关部门是无法自动给您这些优惠计算的，这完全是在正当合法的争取咱们应得的权益，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开口。这里我也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住在新北市的林阿姨，她的一次自己去申请的时候就被通知说没通过，理由是全户平均收入超过标准了。林阿姨回来之后心情很低落，觉得没希望了。后来她女儿从外地回来，帮她整理东西时，发现她有一张多年前申请的轻度身心障碍证明，可能是因为关节炎行动不便申请的，就鼓励妈妈再去试一次。第2次申请时，他们附上了这张证明，并且说明了情况。结果您猜怎么样？审查顺利通过，现在林阿姨每个月都能准时收到这笔生活津贴，手头宽裕了，心情也开朗多了。所以这个细节大家千万要记在心里。另外，还有2个大家非常关心、经常问到的问题，我在这里也一并给大家说清楚。第一个问题是，我如果领了这个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那我原本在领的劳保、老年给付、国民年金或者老农津贴会不会被影响？会不会被扣掉或者不能领了？答案是非常明确，肯定的，不会。
完全不会。这几项福利是可以同时并存，一起领取的，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冲突。政府设立这些不同制度的本意，就是希望通过多重的保障，来让咱们长者的晚年生活过得更有品质，所以请您绝对放心。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子女的，有些长辈心里会顾虑，政府会不会把我儿子、女儿的收入也算到我头上？他们自己也有家庭要养，赚钱也很辛苦，我不想拖累他们。关于这一点，规定是这样的，原则上，如果您的子女对您有法定的抚养义务，并且和您登记在同一个户口里，那么政府在计算您的全户收入时，确实需要把同户籍子女的收入也纳入进来一起计算平均。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您的子女确实因为自己的工作收入不高，家庭负担很重，比如要养小孩、付房贷等，有实际的困难，实在无法提供充分的抚养，那么您可以请您的子女跟您一起到公所填写一份切结书，白纸黑字的把家里的实际困难和原因说清楚，只要情况属实，经过认定，政府就不会再把您子女的收入算进来，也就不会影响您的申请资格了。这个渠道是非常人性化的，就是为了避免一刀切，误伤那些子女本身也很吃力，但长辈确实需要帮助的真实情况。在整个申请过程里，如果您遇到任何不明白、不清楚的地方，或者对审查的结果有疑问，我都鼓励您大胆的、主动的去区公所找承办人员询问。每个县市政府的相关单位都设有专门的咨询电话为我们服务，就是用来解答咱们的疑问的。您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怕给别人添麻烦，把自己的权益搞清楚，把该享受的福利落实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万一您的申请第一次没有被通过，也请您千万不要灰心，更不要就此放弃。您可以耐心地问清楚被驳回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是哪个条件不符合，是文件不齐全，还是哪个计算出了问题，然后您就可以针对这个原因去补充新的证明文件，或者写个情况说明，再次提出申请。很多成功的案例都是第二次、第三次补充了更齐全的材料或说明之后，就顺利通过了。这几年，政府也一直在推行简政便民的措施，很多县市都已经推出了线上申请的服务，让您坐在家里用电脑或者手机就能完成大部分申请步骤。这对于行动不太方便或者出门确实有困难的长辈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不过据民个人建议，如果您是第一次申请，对流程还不熟悉，最好还是亲自或者让信得过的家人、朋友陪着去一趟区公所当面办理，这样有什么问题可以当场问，材料可以当场补，心里会更踏实，沟通起来也更直接，成功率往往也更高。说到这里啊，我想跟大家聊聊心里话。这项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它不仅仅是一笔冷冰冰的钱，它背后代表的是咱们整个社会对辛苦奋斗了大半辈子的长者们一份深深的敬意和实实在在的回馈。您想想，我们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哪个不是吃苦耐劳，为了家庭的温饱，为了孩子的成长，为了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流汗出力，奉献了我们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现在我们年纪大了，头发白了，社会用这样的方式来保障我们一个基本安稳、有尊严的晚年，这完全是我们应得的，是我们年轻时所有付出的温暖回报。所以，请您一定要从心里摒弃那种不好意思、怕丢面子、怕麻烦别人的想法。申请这项津贴是行使我们正当的权利，绝对不是接受任何意义的施舍。您的生活品质提高了，身体健康有了更好的保障，心情保持愉快，您的子女们在外打拼事业才能更加安心，更加没有后顾之忧。这是一个让全家都更安心、更欢喜的好事啊！今天我在健康永驻这里和大家前后后说了这么多，就是真心希望我分享的这些信息能够像一颗小火种一样，传递到每一个需要的角落，照亮那些还不知道自己权益的长辈们的路，温暖他们的生活。如果您觉得我今天讲的内容对您或者您身边的人有一点点帮助，我也恳请您务必把这份关爱分享出去，在您的老友群组里发一发，跟您常聚的老邻居、老伙伴们聊一聊，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提一提，或许您的一个小小举动，一次真诚的分享，就能帮助到一位正在为生活开支发愁的长辈，让他晚年的时光多一份保障，多一份温暖，多一份从容。我也非常欢迎您在下面的留言区分享您自己或家人的申请经验，或者提出您心里还存在的任何疑问。
俊明只要看到，一定会尽我所能为大家解答。最后，别忘了点击订阅咱们健康永驻的频道，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在这里，我会持续不断的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银发族福利资讯、健康养生知识和快乐生活方式的精彩内容。愿我们每一位长者都能被岁月温柔以待，安享一个无忧、安康、幸福、有尊严的晚年生活。我是陈俊明，咱们下次再见。